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哥。之前有跟大家聊过，2027以前两岸不太可能打起来，但大家的讯息还是跟雪片一样飞来，说中共突然打来了怎么办？毕竟董王川普的作为实在是让人不放心。搞不好把我们给卖了，我们还得帮他数钱。而进入了川普 2.0 的时代，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都不能否认美国对我们的分量是真的很重要。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在某种程度上都跟美国脱不了关系。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如果我们自己撑不住第一波攻击，没有跟他们拼到底的决心，那就算美国愿意帮我们，恐怕也难逃国破家亡的命运。就像美国之前扶持的阿富汗，因为从上到下都贪生怕死，最后被塔利班给推翻，美军也在2021年撤走了。但中华民国在8年抗战的时候，靠我们自己的牺牲奋斗，再加上美国的帮忙，最终赢得了胜利，还成为了世界强国之一。这就是美元成功的经典案例。但其实抗战的最后2年，我们国家的财力就已经快撑不下去了。国军弟兄有时一天只吃2餐，而且常常还是稀饭。会战最困难的时候，一场战斗士兵可能只领到4发子弹，但竟然有一支队伍，美国提供他们最好的武器，后勤补给更是丰富到不行，像是美国的罐头、香烟、咖啡等等，几乎什么都有。这队伍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或是中美所。那美军为什么这么重视它呢？今天阿牛哥就来还原一下真实的中美所。让我们先从中美所的成立开始说起。说到1941年秋天，我们军统局破译了一份重要情报，内容直指日军可能要偷袭珍珠港。军统这边分析以后，觉得这不是随便说说的，蒋公也觉得事有蹊跷，所以我们很快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美国的国防部。结果美国根本不信，还觉得我们故意要挑拨他们跟日本的关系。毕竟在他们眼中，中国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怎么可能有能力破解日军的秘密电报呢？而后日本真的偷袭了珍珠港，这下美国才恍然大悟，觉得我们之前送去的情报好像有点厉害哦。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军急需了解相关的气象跟水文资料，还要收集日军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以及西太平洋的军事情报，这样就必须要跟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了，所以才下定决心要跟我们好好合作。美国海军情报部就派了梅勒斯上校来到中国，要跟我们一起成立中美合作所。戴笠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努力了这么久，终于值得了。因为在这之前，苏联、英国、法国也跟军统合作过，但这些国家都想要空手套白狼，只想从我们这边拿情报，但不肯投入任何资源。我们当然不可能做这种赔本生意，所以在戴笠看来，美国人肯定要比他们大方多了。他决定要全力以赴取得美国人的信任，促成这次中美合作。不过1942年4月，梅勒斯来到中国之前，美国军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戴笠有什么好印象。他们听说戴笠是个很有名的刺客，常被拿来跟德国盖世太保来做比较。而戴笠的组织叫做蓝衣社，听说他专门主持关押政敌的集中营，动不动就对人鞭刑，甚至还有一份资料说戴笠至少有2次想要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如果刺客教条还有下一部作品，要不要考虑拿戴笠当成背景故事呢？应该会比迷著更吸引人。总之，在梅勒斯眼中，戴笠就是个坏透的恶人。戴笠为了让梅哥认识真正的他，也为了展现军统的实力，想让美国人重视我们，打下良好的合作基础。在梅哥来华的第2个月，戴笠就带着他穿越日战区，从重庆一路往北到江苏苏北，再往南到皖南，然后往东到福建东南沿海，沿途还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军统各个组织下达指示，指导他们进行情报工作跟游击战。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接应，这些人有的是挑夫，有的是生意人，甚至还有整队的伪军护送他们。事后梅哥才知道，这些人全都是军统的特工，他们有时候走路，有时候坐车，有时候还要渡河过江，而且几乎都在白天行动。只有在福建北部的浦城，他们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梅哥还因此腿部受伤，但戴笠他们很快就查清楚是当地一家医院的院长向日本人出卖了他们的行踪，那个汉奸立刻就被处决了。这一趟在敌占区1000多公里的行程，让梅哥对戴笠的指挥才能以及情报精准性，只能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正是因为这些精准的情报，才让他们在日军眼皮底下如入无人之境般穿梭自如。回到重庆以后，中美双方就开始了合作，而且我们合作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扩大情报的收集与交换，布置中国气象网，并制定气象预报给美军参考，增益敌方电讯并研究敌人动态，扩大特务训练并展开心理战，以及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和军用物资等等。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戴笠特别强调，中美双方签的不是条约，而是合同。他说，称为合同是为了避免日后让人抓住把柄，误以为我们是在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在中国一提到条约，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这可能是不平等的。戴笠这边也算是多了一份心思，美方也接受了戴笠的意见，同意一律称之为合同。话说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就设了一个主任，这个位置当然是由我们军统局戴局长戴笠兼任，另外还有一个副主任，就由美国来的梅勒斯担任。不过从中美所的实际运作来看，所有的大权其实都掌握在戴笠手中。这也让梅哥后来在美国军方内部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他是第一个委屈自己在一个中国人手下做事的美军军官。毕竟当时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跟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两个人为了军队的指挥权闹得很僵。美国有美国的考量，我们也有我们的需求，合作就是能同时满足双方的利益，才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这也才能长久维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一段蜜月期。蜜月期婆婆，蜜月期婆婆。整个中美所加起来有6000多人，其中在中国服务的美军人员就有2200多人了。这些美方人员的薪水跟福利全是由美国海军来支付，不需要我们来负担。除此之外，还有3000多名美军官兵被分配到军统下属的武装部队里。他们一方面负责训练这些部队使用美式武器，教他们怎么进行爆破；一方面也直接参与跟日伪军，也就是汪精队的部队作战。中美所成立以后，帮我们培训了49000名的作战部队，超过1300名特工干部。中美所刚成立，戴老板就陆续向美方提供了一张张所需的物品清单，总共有200辆吉普车、2000辆磁轮载重卡车，一间有1000张病床的军医院，建立150所气象台的器材设备，还有1万吨的武器炸药等等。美国人还真给，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建好了一间有1000多张病床的大型医院，所有的医疗设备跟药品都是由美国免费提供，还提供了可以装备10多万名军统武装人员的特工器材、武器弹药跟军用物资，大大加强了军统对日的情收、电讯争议跟作战能力。为了有效对日进行情报战，中美所设立了军事作战组、心理作战组、气象组、情报组、行动组等机构，所有的组长都是由我们军统的人来担任，副组长则是由中美双方各派一人，所有重大的决策跟行动最后都是由戴笠来决定。中美所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中国战区跟太平洋战场展开的，美国人的慷慨付出也让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中美所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提供了大量的准确情报，因此赢得了好几次重要的海战胜利，甚至扭转了整个太平洋战场。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中共老是把自己吹成敌后游击战的主力，好像他们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是说真的啊，真正的历史应该是我们军统下属的军事作战组，他们领导的敌后武装部队，像是忠勇救国军别动队、爆破总队、战地工作队，还有一些没纳入忠勇救国军系列的零星游击队。
这些才是我们敌后作战的真正主力。不过中共干嘛这样吹嘘呢？因为他们想把中美所的战机全算在美国头上。这批由总统领导的武装部队，平常就根据情报在敌后打游击战，像是袭击日伪军、偷袭他们的据点、破坏他们的通讯设备跟运输线等等。总统下属的各类武装加起来有10几万人，而他们的装备几乎都是美国提供的。1944年5月，日军发动了长衡战役，进攻长沙。驻扎在浙江金华一带的日军也开始向赣南进攻，来个互相呼应。当时的忠义救国军就跟12名美军组成了300多人的突袭队，负责破坏铁路跟桥。他们跟日军发生激烈战斗，成功炸毁了20处桥梁跟铁轨。1个月后，他们还炸掉了日军的弹药仓库。600多箱弹药跟10万加仑的汽油，全部都被他们给烧光了。对于军统这些神出鬼没的部队，日军非常头痛，还骂他们是江南野鼠。除了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以外，他们也在沦陷区的东南沿海布雷。从1943年到日本投降为止，他们总共布雷1000多枚，炸毁了日军24艘船舰。而在洞庭湖、湘江水道、广西北部湾等地布下了水雷，更是炸毁了8万多吨的日本舰船，成功完成了扰敌阻敌的任务。为了掩护国军主力的调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根据梅勒斯后来的回忆，在中美所存在的3年多时间里面，包括3000多名美军在内的敌后武装部队发动了1万多次的游击作战，消灭了24000多名日军，还击毙了1名日军少将，对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削弱了他们在日战区搜刮资源，去支撑太平洋战线以战养军的能力。当然，我们军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整个抗战期间，军统牺牲了4万5千人，而当时在册的军统人员是10万人。也就是说，当中华民族因为外敌入侵而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几乎有1半的军统人员都义无反顾选择了牺牲。情报组可以说是中美所的心脏，也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毫不夸张的说，当时全中国只要有人住的村落，几乎都有他们的特务或是眼线。更厉害的是，在敌卫机关、日军内部，甚至连日本东京的皇宫里面，都有我们军统潜伏的特务跟眼线。在台湾光复以后，担任保密局台湾站第1任站长的林鼎立，他是日籍的台湾人。在抗战期间，他表面上是日本特高科的高级特工，但实际上他也是一名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统特工。在2战后期，美军潜艇在西太平洋规划的很多次作战，都是根据林哥提供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详细的标明了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布雷区域、军舰进出港的情况等等。梅勒斯曾经问过一个在小镇上开旅店作为掩护的军统特工，那位旅店老板很有自信的回答说，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代老板的特工。梅勒斯后来对此深有同感，他回国以后跟朋友们感慨的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代理老板的人。情报组的工作事实上完全由代老板领导，美方主要负责提供各类特工通讯器材、武器跟活动经费，基本上插不上情报收集的工作。他们只是拿到我们提供的情报以后，再回报给美国的相关部门。这样一来，美国就对军统特别舍得花钱。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军统确实提供了很多美军需要的关键情报，像是中国东南沿海、西太平洋的气象、水文资料，还有日军的动向、兵力部署等等。在中美所合作期间，凡是戴笠开口要的武器跟器材，美国几乎没有拒绝过。但也因为这样，梅勒斯在美国国内受到一些亲共的中国通指责，说他对一个迫害民主人士的特工言听计从。在抗战时期，我们国军的很多部队都还是穿着草鞋，被美国人戏称为草鞋兵。在抗战最后2年，中国的财力已经没办法支撑战争了，东南沿海最富庶的地方早已经沦陷了。国军官兵有时候1天只能吃2餐，而且常常还是稀饭。玉香桂会战最困难的时候，士兵一场战斗可能只能领到4发子弹。相比之下，军统的武装游击部队用的却是美国的卡宾枪、手榴弹，士兵们使用的是美国提供的胶鞋。
特工使用的是最好的美国武器、爆破器材、通讯设备，因为美国给军统的物资实在是太多太好了，甚至引起了很多人眼红。曾经有一段时间，当时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因为跟蒋公闹得很不愉快，甚至还准备要刺杀蒋公，所以他扣下了中美所的美元物资，转交给了驻印度的英军。为了这件事，梅勒斯还跟史迪威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不过，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尼米兹可是中美所的铁杆粉丝，他坚决支持梅勒斯，甚至放话说，只要梅哥开口，他可以动用军舰为中美所运送他们任何需要的物资。米哥之所以这么支持梅哥，是因为他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的很多胜利都跟中美所息息相关，让米哥当了躺赢狗。因为日军的所有军事情报几乎都是由中美所提供，而且是唯一准确的情报来源。光是1944年，中美所就提供了美军1708件重要情报，其中提供给米哥的就有150件，让他得以顺利集成日本舰艇25艘。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的飞虎队在1944年发表的公报中特别指出，这一年3月到11月，他们击毁集成了33万吨的敌舰，其中至少有10%是根据中美所提供的情报炸成炸毁的。因为中美所提供的情报不仅数量多，而且准确率又高，这让美国非常重视，甚至还引起了美国不同情报部门之间的竞争，大家都抢着要跟军统合作，希望中美所能为自己的部门效力。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局长邓诺文将军还亲自跑到了中美所拜访，要求派人加入，要求梅勒斯向驻华美军总部以及大使馆提供情报，但梅哥是美国海军部派来的，而且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是由美国海军情报署跟军统合作建立的，梅哥当然是听命美国海军，这让邓诺文非常火大，甚至还把梅哥扣在美国大使馆整整1天。美国各方为了争夺中美所都不断向戴笠示好。到了1945年，除了海军之外，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他们都跟戴笠建立了联系。戴笠也趁着这个机会，狠狠敲了美国不同部门的竹杠，要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些部门为了得到情报，对戴老板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毕竟戴老板在他们眼中可是升官的加速器啊。而心理作战组完全是戴老板为了配合梅哥的要求才成立的。所谓的心理战，主要是对敌人进行宣传，目的是瓦解跟动摇敌方的军心。中国过去不太重视心理战，但美国刚好相反，他们非常重视。梅哥还特别从美国国内找来2位有名的漫画家，成立一个流动宣传大队，配备了几十辆宣传车，经常开到前线阵地，还有日军驻察地前沿，向日本士兵宣传、分析国际跟战场的局势，动摇他们的军心士气。除了广播之外，还利用飞机向敌战区空投各种宣传品，这对日军的士气打击特别大。很多日军都充满了悲观情绪，普遍厌战，战斗力也因此下降。这种心战工作后来也引起了蒋公的重视，军统局撤销以后成立了保密局，还专门组织了心战科，负责瓦解对方的宣传活动。而我们的国军直到现在还有隶属于政战系统的心战大队。1946年3月，戴笠因为飞机失事不幸丧生，中美所也随之停止运作。从成立到结束，中美所存在了3年9个月。这时国共还没有大规模开战，也难怪有蒋介石的佩剑之称的戴笠会被蒋公说，如果戴笠不死，大陆也不会丢了。等到中央政府退守台湾，中共建政以后，他们开始系统性的对灾胞进行洗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共透过中小学教科书、各种报刊杂志，还有一本叫做《红岩》的小说，内容描述中共革命烈士的事迹，所以也把因应抗战而成立的中美所说成了残害跟屠杀共产党员的魔窟。久而久之，中美合作所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罪恶的象征，甚至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代名词。但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在重庆的白公馆跟宰扎洞监狱，
国民党确实曾经关押枪决过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想听的朋友记得敲碗留言打+1。好了，那今天故事我们先说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帮我们按下订阅并且分享出去。如果有能力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按下超级感谢啊。另外我们的低讯已经开放了，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聊天就是了。我学习笔记，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